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赵丽颖粉丝为酱园弄戏份互掐，片方按顺序排的。一部电影的票房好坏和演员番位无关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识？可别急着反驳，圈里早就有这个说法了。但偏偏有人不信邪，非要掰扯个高低长短。最近杨幂和赵丽颖两位85花旦的粉丝，就因为一部新片酱园弄的戏份分配问题，在微博、豆瓣甚至知乎上吵得不可开交，连带着片方都不得不出面解释。你说这事儿闹得明明是部好片子，硬生生被炒成了八卦新闻。说起酱园弄，那可是陈可辛亲自操刀的大制作，改编自民国时期的案件，讲述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杀夫大案。剧本扎实，导演靠谱，演员阵容豪华，怎么看都是稳赢的局面。可偏偏就在角色分配上出了岔子，粉丝们为了自家偶像的戏份你争我抢，最后连片方都看不下去了，只能出面澄清，我们是按照出场顺序来安排的。出场顺序，这话说出来，懂行的人都知道，其实是个模棱两可的说法。你说他公平吧，也确实没偏袒谁；可你要说他不公平吧，谁先出场，谁后出场，这其中的门道可就多了去了。当年在圈子里混迹多年的老炮都知道，这种说法听着像是官方套话，实则背后藏着不少猫腻。不过这次倒是真有意思，片方直接把出场顺序当成了挡箭牌，也算是头一回见。要说这事儿也不新鲜，从宫锁沉香到小时代，再到后来的七月与安生，哪一次不是粉丝们为了番位打得头破血流？只不过这一次主角换成了杨幂和赵丽颖这对老对手，自然更受关注。句号，毕竟两人同属85花，出道以来就没少打过照面。句号，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从红毯造型到代言品牌，几乎每一次都能碰上，说是宿敌也不为过。句号，如今又在酱园弄里狭路相逢，粉丝们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。句号，可问题是这部电影本身并不是什么简单的商业片，而是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。句号，改编自案件，故事本身就足够吸引人，再加上陈可辛这位国际级导演坐镇，演员们的表演更是备受期待。句号，杨幂饰演的角色吴玲是一位被陷害入狱的杂志编辑，性格复杂多变，而赵丽颖则饰演西林，一个因杀夫案想寻求翻身之作的女性形象。句号，两个人的角色设定都很有挑战性，演技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借此冲一波奖项。句号，可偏偏这个时候粉丝们却把注意力放在了戏份多少上，实在让人有些哭笑不得。句号，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粉丝。句号，毕竟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戏份多少往往意味着曝光率高低，而曝光率高低又直接影响到后续资源和发展空间。句号，尤其是在娱乐圈这样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，谁不想趁着年轻多捞点资本？更何况像杨幂和赵丽颖这样的顶流明星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。句号，一旦戏份少了，粉丝们自然会担心自家偶像会不会掉队，甚至被市场遗忘。句号，不过这种争番位的行为其实并不利于作品本身的传播。观众们真正关心的是电影好不好，看演员演得怎么样，而不是谁的名字排在前面，谁的名字排在后面。再说了，现在的观众也越来越理性了，不会因为某个明星戏份多就盲目买账，也不会因为某个明星戏份少就彻底放弃。真正的好作品靠的是质量说话，而不是所谓的番位。可即便如此，这场关于戏份分配的争论还是愈演愈烈。有网友调侃说，
现在连电影宣传都开始搞数据战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比拼微博转发量。还有人直言，粉丝文化发展到现在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。的确，如今的饭圈文化越来越强势，很多时候甚至能左右一部作品的命运。可问题是，这种影响力到底是福是祸，还真不好说。对于片方，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毕竟，电影还没上映就已经陷入了舆论漩涡，这对口碑和票房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。所以片方才会选择用出场顺序作为回应，既显得客观公正，又能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。至于到底谁的戏份多，谁的戏份少，那就只能等电影上映之后才能揭晓了。不过这种争议其实也有它的正面意义。句号，至少说明观众们对这部电影还是有期待的，不然也不会这么早就开始讨论演员戏份的问题。句号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也反映出当下娱乐圈竞争的激烈程度。句号，无论是明星本人还是他们的团队，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，生怕被市场淘汰。句号，当然，这一切的背后，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那就是整个行业的不确定性。句号，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新人涌入，老牌明星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句号，尤其是像杨幂和赵丽颖这样的中生代女演员，正处于事业转型的关键期，每一步都需要谨慎对待。句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甚至影响到未来的资源和发展方向。句号，所以与其说这是粉丝之间的争执，不如说这是整个行业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句号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抓住一点确定的东西，哪怕只是戏份多一点也好。句号，毕竟只有手里握着筹码，心里才会有底。句号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《酱园弄》终究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作品。句号，无论是从题材、剧本还是演员阵容，它都有望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。句号，至于那些关于戏份分配的争论，就让他们随风而去吧。句号，毕竟真正的好作品从来都不会被这些琐事所掩盖。句号，还是要提醒一句，看电影归看电影，别忘了理性追星。句号，毕竟真正的粉丝永远都是支持自己偶像的每一个角色，而不是纠结于戏份多少。2. 杨幂赵丽颖酱园弄新造型抢眼，站位暗藏小心机。你一定觉得一部电影的演员排位是导演说了算吧？错，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，那可不是谁演技好、咖位大就能做 C 位的事儿。句号，你以为那是角色重要性的体现？不，那是资源、资本、粉丝和市场博弈的结果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。句号，而这一次酱园弄的海报一出，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句号，先说事儿，酱园弄这部片子原本就因为章子怡担纲女主，雷佳音男主已经够炸了。结果杨幂和赵丽颖两位85花里的扛把子也纷纷入局，直接引爆了话题热度。按理说，这种级别的阵容应该是稳如泰山，可偏偏在番位上出了岔子。豆瓣上的演员排序成了导火索，赵丽颖排在雷佳音之后，杨幂排在王传君之后。这下两家粉丝吵得不可开交，从微博撕到抖音，从超话斗到 B 站，连带片方都被架在火上烤。于是乎，官方海报一出，大家的眼睛都盯在站位上。句号，杨幂和赵丽颖并列站在两侧，中间是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。句号，乍一看平分秋色，各站一边，似乎皆大欢喜。句号，可圈内老炮都知道这不是平衡，这是妥协。句号，表面是尊重，实则是无奈。
句号。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家偶像被压一头，更不想让粉丝们继续闹腾下去。句号。但问题来了，这平行站位真能平息争议吗？别忘了，这年头一个眼神都能上热搜，更何况是海报上的位置安排。明面上是平等，实际上每一寸空间都有讲究。你看看那角度，那姿态，那光影，谁能说自己是陪衬？谁又甘心只是配角？光有站位还不够，还得看造型。句号。这次酱园弄曝光的角色剧照里，杨幂的新形象可谓颠覆认知。句号。她身着素色旧衫，立于阴郁街角，脖颈伤痕若隐若现。句号。最抓人眼球的是那双眼睛含泪的双眸，交织着恐惧、隐忍与决绝。凌乱发丝下的凌厉目光如刀，割开岁月尘埃。句号。有人说她这次终于不再靠流量吃饭，而是用眼神演戏。也有人猜测，这个角色背后隐藏的故事，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句号。而赵丽颖这边呢？虽然没有公开太多细节，但从剧组放出的零星画面，她的造型同样令人眼前一亮。句号。据传她在片中饰演的角色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柔弱女性，而是有着极强掌控力的幕后推手。句号。据说有一场戏，她坐在镜子前化妆，镜头缓缓推进，那一刻的她仿佛不是演员，而是活生生地走进了那个年代的女人心里。句号。这些造型与其说是角色需要，不如说是演员对自我突破的一次大胆尝试。尤其是杨幂，从白浅到曲梅，从仙气飘飘到满眼破碎感，这转变之大，让人不禁感叹，原来她也能演这么深沉的角色。说到这儿，咱们的聊聊娱乐圈的潜规则。你以为番位就是个排名那么简单？不，它关乎资源分配、商业价值、个人影响力，甚至未来的发展路径。谁要是能在一部大片里占 C 位，哪怕戏份不多，也能换来一堆代言和综艺邀约。反之，一旦被边缘划，轻则掉粉，重则失势。杨幂和赵丽颖，一个是早年靠功爆红的流量女王，一个是靠实力一步步爬上来的大器晚成者。句号。他们的风格不同，受众不同，甚至连粉丝群体都有所区隔。句号。可问题是，酱园弄这部片子偏偏需要他们同框。句号。这就像是把两个武林高手放在同一个擂台上，你不打一架都不行。句号。粉丝们自然不甘示弱，各自为偶像争取权益。有人翻出过往作品比较票房号召力，有人搬出代言数据对比商业价值，还有人干脆开始人身攻击。最后连章子怡都看不下去，怒对网友：“闭嘴白痴！”这句话虽糙，但理不糙。他是这片子的灵魂人物，眼看一场艺术创作变成了饭圈战场，能不生气吗？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央视出手了。评论中提到，杨幂、赵丽颖无意相争，不能向粉丝妥协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劝架，其实是在敲打。央视的意思很明确，你们都是演员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让粉丝决定你们的事业方向。这话听着挺公道，可落实起来难。句号。毕竟粉丝不是傻子，他们知道自己喜欢的人值不值得被这样对待。句号。现在这年头，谁还能完全脱离粉丝经济生存？即便是章子怡这样的国际影后，也得考虑市场反响。句号。所以这场风波，表面上是番位之争，实际上是整个行业生态的问题。明星想保地位，粉丝要话语权，片方求热度，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，哪有真正的赢家？如今再回头看这张海报，你会不会觉得它像一幅画？每一个细节都在说话，却又不说透。杨幂的眼神，赵丽颖的姿态，章子怡的中心位置，每一样都值得玩味。这里面滴水啊，太深了。
句号，你问我到底谁是女二，谁是客串，我只能说这事儿不好说。句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无论站哪儿，只要戏好，观众记得住你。句号，至于那些争来争去的，等电影上映了，一切都会揭晓。句号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亲眼见过不少类似的场面。句号，这些年我看过的海报不止一张，听过的内幕也不止一桩。句号，可真正能流传下来的从来都不是站位，而是角色本身。句号，所以别急着下结论，有些事儿说出来反而没意思，留白才是艺术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酱园弄的台前幕后故事，欢迎留言互动，说不定下次更新我会告诉你更多懂的都懂的细节。